这个达赖喇嘛也选定了呀，这个也选了3个，这个已经达到你们的要求了。最后的一个你不能先选哦，我们中央政府最后要定成都过夜的时候，他们可能是电话呀什么就给达赖喇嘛通知了。所以他到的成都的时候，达赖喇嘛正好是在国外已经宣布说这个班禅大师的灵童是某某某人。最近刚刚看完这个王志安访谈阿加仁波切的这个节目整个视频当中我最感兴趣的部分呢，实际上就是在当年中央政府寻访并且认定班禅转世灵童的过程当中达赖喇嘛跟中共之间的这个博弈非常有意思为什么当时在双方明明在私底下有共识有沟通的这种情况底下，达赖他会突然之间掀翻了桌子，然后抢先自己要公布一个转世灵童的这个名单呢？另外一点我非常感兴趣的就是达赖喇嘛其实年事已高嘛，很快他也要面临有这个转世灵童的一个寻访跟认定的这么一个过程。那对于他来说，他应该怎么样去做这个事情？他到底还会不会转世呢？我觉得这都是2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今天的视频想讨论一下这方面的一个问题。开始之前也先声明一下，我本人对于西藏人民的这个处境是非常同情的。到底西藏这个独统这个问题应该怎么样去看的话呢？我个人是比较推荐王立雄先生的一本叫做《天葬》的书，这本书对于西藏的前途和命运做了非常好的一个探讨。要说好这个转世灵童这件事情我觉得首先第一点，我们需要把这件事情涉及到的一些利益相关方，我们拉一个清单。首先第一点，很明显涉及到这件事情的是中央政府。中央政府在这件事情上的它的利益点是，第一个，它需要维护国家统一它需要维护中央政府的一个权威。第二点的话当然它需要尊重这个藏传佛教跟藏区的一个传统，它需要确保这个转世灵童的这个所有的仪式跟仪轨在形式上跟传统上的一个合法性。然后当然很重要的是，它需要确保藏区的这个繁荣稳定，这个都是它的利益所在。第二点的话呢，我觉得很明显，第二个坐上牌桌的玩家就是我们的第14达赖喇嘛丹真嘉措。他呢他有他个人的一些利益，他当然也作为一个宗教跟世俗的领袖，他当然在本身是需要有这个需求去维护藏传佛教的一个传统，他维护藏区人民的利益在某种程度上他跟藏区人民或者藏传佛教的利益是一致的不过因为他现在是流亡在外，所以他在某种程度上丧失了对于西藏事务的一个直接的影响力。但是他为了维护自己的一个藏区领袖的这么一个形象他需要在某种程度上能够施加对于西藏事务的一些这个影响。与此同时的话呢他既然流亡在外，他需要能够争取国际社会对他的一个支持，他需要塑造一个国际意见领袖的这么一个形象，这样以便任何时候他需要跟中共来博弈的时候，他有足够的筹码跟这个影响力来去谈判。所以这个是达赖喇嘛他自己的利益所在。第三个利益相关方，我觉得是藏区的这个人民跟藏传佛教的这个信众，在很大程度上当然是重合的我觉得对他们来说，他们当然需要所有的这个牌桌上的玩家需要尊重藏区的这个他们的生活习俗，需要尊重藏传佛教的传统跟他们的一些仪轨一些仪式各种类型，也与此同时也需要保持藏区的这个稳定和经济的繁荣。我觉得这个是藏区人民的利益所在。当然第四个可能不那么显眼，但是实际存在的一个玩家就是印度。印度的话呢，我觉得对他们来说，他们跟中国在这个边境有领土的争端，在某种程度上，印度对于西藏是有野心的，所以他们其实并不希望看到藏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保持一个繁荣稳定。所以对他们来说，这个情况越混乱，他们越有可能从这个火中取栗能够获得他们自己独特的一个利益。所以这基本上是坐在台桌上的4个不同类型的玩家。
从王志安对于阿加仁波切的访谈视频，以及凤凰卫视以前对于这个叶小文这个宗教局局长的这个访谈，我们都可以看到，当年在为班禅寻找转世灵童的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在程序上看，我觉得中央政府它是尽力想要尊重藏传佛教的这个传统跟这个仪式，所以首先在寻访这些转世灵童的过程当中，他们尽可能的给了这些大德高僧尽可能多的一些自由的空间。在前期的寻访过程当中，中央基本不怎么介入，不怎么干预。然后在整个过程当中，其实不管是达赖喇嘛的哥哥也好，或者是有一位明面上向着中央政府，实际上是达赖喇嘛的忠实的这个信众，他也在私底下跟达赖喇嘛保持了非常密切的联系。所以我们可以认为，达赖喇嘛事实上是非常了解并且全程参与了这个灵童的选拔过程，他非常知道到底是哪3位A、B、C 哪3位灵童候选人就是会进入最终的决赛。当然呢，这个中央政府它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它需要尊重这个藏区的传统，与此同时它需要保持中央政府的权威，所以对于他们来说他们只会坚持说一定要有一个金瓶撤签的这么一个最后的仪式，来确保最终的候选人是通过中央政府的这个仪式，然后通过中央政府认定之后产生的。这个是中央政府在这件事情上面的一个利益点跟出发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他们其实原本并没有任何想要作弊的这么一个出发点。但是呢我们换一个角度，现在把这个视角从中央政府放到这个达赖喇嘛的角度来看，如果达赖喇嘛只是完全配合中央政府，顺利完成了对于班禅的转世灵童的认定的话，这件事情并不完全符合达赖喇嘛的利益，因为整个事情顺利完成了以后符合藏区人民的利益，符合中央政府的利益，但是达赖喇嘛没有损失，但是他没有任何的收益。原因就在于说，达赖喇嘛他现在已经是流亡在外的这么一个身份如果他能够破坏金瓶撤签的这么一个制度的话，他在某种程度上相当于变相的向全世界宣告说，中央政府在这个西藏宗教事务上并没有最终的裁判权。也就是说，他不希望清朝曾经出现过的这么一个金瓶撤签的制度，在共产党上台以后再一次有机会形成一个既定的一个制度，形成一个既定的事实。所以他是需要有目的的去破坏掉这个金瓶撤签这最后一个就是体现中央政府权威的这么一个制度。这个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的话呢，我觉得从达赖喇嘛的角度来看，他需要确保自己在班禅的转世灵童最终人选上有自己的影响力在转世灵童的认定方面班禅喇嘛跟达赖喇嘛他们2位互相都会对于对方的这个转世灵童的认定有这么一个职责也好，有这么一个传统也好，所以他需要能够有施加自己的影响力。如果达赖喇嘛他只是配合了中央政府选定了3个候选人，然后中央政府通过金瓶撤签的方式决定最终人选的话，实际上最终班禅是谁这件事情跟达赖喇嘛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如果他可以抢先宣布了一个人选 A 的话，那如果中央政府最终按照他的这个宣布定了 A 作为班禅的人选的话，那当然你可以说中央政府相当于是一个橡皮图章，他只是在达赖喇嘛的选择上盖了一个章而已，对不对？你可以认为达赖喇嘛对于班禅的人选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OK， 那如果现在中央政府看到达赖喇嘛宣布了 A， 那中央政府很明显就把 A 这个选项拿走，然后在 B 和 C 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个新的人选 D， 然后中央政府在 B、C、D 当中，他很明显不会选择 D， 因为 D 它并不是达赖喇嘛曾经认可的一个人选，所以中央政府需要在 B 和 C 当中选一个人出来，然后为了确保他们不会选择 D， 他会在 B 跟 C 当中选一个的话，这个时候中央政府他
有可能根据这个阿加仁波切的描述，有可能做了手脚，然后确保了这个人选最终是必被选出来。如果真的是这么一个情况的话，我不得不说，中央政府在精平撤迁最后一个步骤，就算是作弊，哪怕是作弊，虽然是作弊，他也是为了尊重达赖。虽然达赖喇嘛他已经掀桌子了，虽然达赖喇嘛已经流亡在外了，中央政府也是不得不尊重达赖，尊重藏区的这个传统。因为在确定这个转世灵童这件事情上，达赖本身拥有一定的影响力，这个事情本来就是藏传佛教的一个传统。所以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哪怕你认定了中央政府作弊了，我觉得似乎中央政府的这个作弊行为也是为了尊重你们的而且也是因为你们自己先跳出来不守规矩，然后被逼的中央政府没有办法，才不得不出此下策。回到刚刚那个问题，为什么达赖喇嘛跳出来提前宣布一个人选，是为了维护对于班禅这个转世灵通的最终的影响力？如果中央政府认定了 A， 很明显是因为达赖喇嘛的这个最终决定才认定了 A。那如果中央政府选择了 B 或者选择了 C， 你达赖喇嘛依然可以说，因为我事先宣布了 A， 所以你 B 或者是 C 才有机会变成班禅的这个最终人选。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达赖喇嘛事先宣布一个人选，就确保了不管中央政府最终选择了谁，一定是因为达赖喇嘛的影响力才会导致现有的这个班禅能够坐上这个宝座。所以最终我们看到达赖喇嘛掀翻桌子的一个结果是达赖喇嘛通过这件事情，他收获了这个国际社会的关注收获了很多的流量，然后把自己塑造成了一个反共的第一线也塑造成了这个反对殖民主义、维护民族独立的这么一个英雄的形象扩大了自己在国际社会的一个影响力。但是呢，说实话，这些国际社会的关注它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善西藏人民的处境反倒导致整个西藏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化。另外的话，达赖喇嘛本人他在这件事情当中的这个出尔反尔，其实也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自己作为一个宗教领袖的一个道德权威。中央政府很明显在这件事情上实际上是丢了面子的，然后也影响了自己的国际形象。而藏区跟藏传佛教的话，实际上也因为出现了两个灵童导致了这个分裂跟混乱。所以整个事情看起来，达赖喇嘛虽然打着是这个保护他们西藏的宗教传统跟维护宗教自由的这么一个旗号在做这个事情，但事实上我觉得导致了这个藏传佛教信徒的一个分裂，实际上我觉得是一个双输的局面。当然了，这个已经是过去式了，而现在对于我们目前这个达赖喇嘛来说，他面临的一个更加迫切的一个问题在于说，他自己本人年事已高，88将近89岁，很快就要90岁了。虽然他现在这个身体依然健朗，健康状况依然很不错，但是他还是很快会面临一个就是非常急迫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他到底还要不要转世，以及他如果要转世的话，应该怎么样去转世的一个问题。因为对于达赖喇嘛来说，我觉得他存在几个选项。首先对于他来说，第一个选项就是达赖喇嘛他自然的过世之后呢，西藏政府跟中央政府一块儿就是启动这个达赖喇嘛转世灵通的寻访过程，然后最终认定以后变成下一届的达赖喇嘛。但这个事情很明显是中央政府完全胜利的一个局面，是达赖喇嘛不可能接受的，他不会选择这么一条路。第二个选项就是达赖喇嘛他可以选择不再转世，但这样的话意味着达赖喇嘛这个西藏的宗教跟世俗领袖的这个职位跟机构不再存在。如果是这一个选项的话，我觉得对于中央政府没有任何损失，因为可以用班禅来取而代之。但是对于西藏流亡政府来说是完全不可以被接受的，因为一旦达赖喇嘛这个精神领袖消亡，而且没有任何继承人的话，基本上也就意味着整个的流亡藏人政府的影响力也已经完全消失了。所以第二个选项对于达赖喇嘛来说也是完全不可能接受的。那第三个选项，我觉得达赖喇嘛他比较想要的一个选项就是他自己指定
在境外寻找并且确认转世灵童。他在自己的这个自传流亡中的自由当中写到，就是如果我在藏人重获自由之前去世，那么我将会在西藏以外的地方重生，这是合乎逻辑的一个想法。所以很明显，他要实现这第三个选项的话就会不可能让他这个转世灵童在西藏境内，因为如果是在西藏境内出现的话，那必然不受他的控制。这个流亡藏人政府是没有办法对这个事情有任何的控制权，所以他肯定会想要说在西藏以外的地方寻访，并且确认这个转世灵童。那如果是在西藏以外的话，那这个大概率不可能会是一个金发碧眼的欧美人，也不可能是一个黑皮肤的这个非洲人，所以他大概率会是在这个流亡藏人聚集的这个印度的这个地区。但与此同时的话，我们看到中央政府一定不会放弃他自己在西藏地区寻找并且认定转世灵童的这么一个努力。那也就会意味着说，达赖他会在印度寻找一个自己的转世灵童，然后中央政府会在西藏认定一个转世灵童，那就会意味着有2个达赖同时并存，这是一个非常混乱的一个局面。另外一点，这个方案还存在另外一个挑战，就是传统上当达赖喇嘛过世的时候，应该是这个在世的这个班禅喇嘛会主导转世灵童的一个寻访跟认定工作。那现在达赖并没有控制任何一个，不管是他自己认定的班禅候选人 A， 或者是中央政府现在认定的这个第11世班禅，他都没有任何的影响力。所以达赖喇嘛他不得不，他提出说依靠其他的高级喇嘛组成一个宗教领袖，用这么一个委员会来确认他自己的转世灵童。但很明显，这种做法实际上是一种没有先例也没有合法性跟权威性的一个做法。那这种做法的话，会让他整个的这个认定的转世灵童不具有任何的权威性。而且你想一想看，如果他的这个转世灵童是一个印度人，甚至搞不好印度政府可能会在背后做一个手脚，让认定的这个人具有某种程度的印度血统甚至有可能会在这个灵童这个培养的过程当中给他灌输很多印度人的影响，以至于将来有可能给他分配一位印度妻子。他会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施加很多印度的影响力，以及这个转世灵童他如果将来有机会变成达赖喇嘛的这个继任者的话，他一辈子可能都没有机会踏足西藏的领土，他跟西藏的信众这种疏离感是会非常强的。所以我觉得他能够多大程度上有这种认同感，我觉得会是一个非常大的问号。另外一方面，因为历代的达赖喇嘛他的转世灵童都是在西藏地区这个寻找跟确认的，所以当你达赖喇嘛作为观音菩萨的一个化身，你的转世实际上是为了在西藏地区出生，然后继续履行自己的宗教跟领导的职责，所以你没有道理你会跑到印度去，难道你是去为了印度的信众去服务吗？所以从这个藏传佛教的这个逻辑，我觉得也是说不太通的。达赖喇嘛他曾经也提到第4个选择，就是所谓的在世转世的这么一个选择。通常传统意义上所谓的在世转世，就是当这个达赖喇嘛这个宗教领袖还在世上的时候，他可能会通过占卜通过梦境或者通过其他的一些书信等方式给后人预先留下一个就是下一世转世灵童会存在哪一个方位或者某一个地区的一种迹象跟暗示。但是这种类型的所谓在世转世的话呢，实际上你依然需要经历对于转世灵童的一个寻访跟认定的过程，所以并不能够完全解决我们这个达赖喇嘛的问题。他提到的所谓在世转世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当他自己达赖喇嘛还在世的时候，还活着的时候，他就确定了一个自己的接班人。这个人甚至可能会是一个成年人，甚至可能不是西藏人，他确定了一个自己的转世的一个继承者，然后他就用自己的法力，然后把自己的意识转移到这个人身上。这种所谓的在世转世，实际上我希望他是不要是通过吮吸舌头这种方式来实现意识转移的这种过程。另外的话，其实这种做法坦白讲其实并没有任何的先例，也是不符合藏传佛教的这种传统做法的。
所以这种做法真的能够得到藏区人民的这个认可吗？我觉得是要打一个非常大的问号。所以如果强行用所谓这种形式的在世转世来推出一个很奇怪的这种下一任的达赖喇嘛的话，我觉得一定会造成，首先第一个就是藏传佛教信众的分裂第二个一定会造成流亡藏人政权的一个示威，不管是哪一种，我觉得对于藏区人民来说都是一个不幸的局面。所以其实整个事情看起来，我觉得因为现在达赖喇嘛他年岁越来越高，所以时间并不在他这一边。一旦达赖离世的话，失去了一个精神领袖，失去了一个在国际上这么有影响力的这么一个人物以后，我觉得这个西藏流亡政府会很快失去他们的存在感，因为他没有任何的影响力。就算是达赖喇嘛能够如自己所愿，他找到自己喜欢的在印度的一个转世灵童，而且这个人还真的像达赖一样这么有灵性、有悟性，水平那么高。那问题是你需要至少20年的时间来培养这个人，那20年的空档期足以让世人忘却这个所谓西藏流亡政府的存在。所以整件事情看起来时间不在达赖喇嘛这边，所以中央政府也没有太着急。从2010年以后，他们就没有再继续跟达赖这边进行任何的会谈。然后现在也非常强硬，就是我只跟达赖喇嘛的代表谈，我不认可这个西藏流亡政府，西藏流亡政府的任何代表，我们都不会跟你们谈判。所以整件事情看起来，我觉得对于达赖喇嘛来说，明智的一个做法，有可能反倒是坐下来跟中央政府找一个就是可以大家都能接受的方案，就是既能够让达赖在有生之年可以回到西藏，回到藏区就是最后跟自己的信众、跟自己的人民在一起，而且找到一个方案能够就是最终让中央政府跟达赖喇嘛都能认可的，就是寻访跟认定达赖喇嘛转世灵童的这么一个方案，这样可以在维护宗教传统、维护宗教自由跟维护中央政府的权威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我觉得或许这样才是最终对于国家、对于达赖喇嘛本人、对于西藏的藏区人民跟藏传佛教的信众都能够双赢的一个局面。这里是艾森的频道，如果今天的分享对您有帮助的话，请记得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祝您有心情愉悦的一天，谢谢。